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就因为事故和他有关，所以你才决定不追究了，是不是？佟卓阳，到底要做什么？我麻烦你转告一下程律师，赔偿合同的事情让他换一个人来处理，所有和同事有关的事情都不由你。现在这个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了，你可以走了吗？ 因为接白那个孩子，你以为我欺骗了你？你以为你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我，但是我辜负了你，你恨我骗你。周文俊，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。佟卓阳，佟卓阳，你站住！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，我可以辞职。 但凡你还顾念一点旧情，我希望你别再给我添麻烦，好吗？我谢谢你。那我报警。麻烦你配合调查。你想把事情闹大是吗？你非要把我和同事搭进去是吗？周文军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做到了。算我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，离我远一点。阮律师，你怎么了？ 我告诉你，阮安金，我这一巴掌我留很久。是你在不断挑战我的底线。我告诉你，妈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别闹了，这么多人，我儿子事业顺利，家庭幸福。妈，走。 安俊，那老巫婆打你脸了，她除了打你脸还打你哪儿了？我欠他的，终于都还完了。我可以答应你，我不离开同事了。为了他，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，从此以后不要再去打扰他的生活。 这太可笑了吧！我委曲求全半辈子，为了这个家，我现在居然落得要靠一个外人才不被抛弃的下场。妈不想跟你争执，我也不想跟你吵架了。我真的很累。我先走了。戴建杰，安军，嗨，早，曼君姐。早。你们先聊，我先进去了。
知道你今天没心思上班，走，带你去散心。我跟程律师请了假，说你今天拉肚子。你要是现在进去的话，那可就直接戳穿了我的谎言了。你要考虑清楚。走吧，林医生。走。别愁眉苦脸的了。喏，我看你逛街的时候一直心不在焉的总偷瞄它，我就把它给买了，送给你。谢谢啊。有礼物收就不许不开心了。昨天晚上的事会告诉你。姑妈这件事情做的确实有些不对，我替她向你说声道歉。我反而要感谢他。脑子进水了吧你？我承认，我放不下，也爱他也恨他，逃避了他1年。只要一看到他，我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再变成冷漠。明白。看到所有跟回忆有关的东西，你就忍不住多看2眼。是啊，不过现在我已经彻底醒了。看着他冷眼旁观我的委屈，我才突然发现，我所有的牵绊，不过是给自己不肯放手的一个借口吧。文君，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也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那样。他有为难的地方的。不用再替我找借口了。其实我现在也特别讨厌自己这样纠缠。好了，我现在呢，不再是童卓瑶委托你照顾的前妻，而是愿意跟你做朋友的阮曼君。不过，如果你觉得我在中间为难的话，我也不强求。谢谢你照顾我。跟你们2个做朋友啊，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。公关稿已经发出去了，对外就说是律所做的应急方案，因为电脑送修泄露出去，给大家造成了误会。给我，给我。这卡给你，里边没有密码，拿着出去住酒店，别回我家了。好，您还有什么遗言？滚！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个性和情绪容易发生改变，他们会因为规律被打破就会发病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！你就是害怕。你都看到了吧？这是，这个，这是。对不起啊，你知道我是担心你。其实你说的没错，
我有一天忘记所有的事情。你知道忘记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感受吗？齐东拿着合同过来让我签字，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。我偷偷的翻看前面法人的名字是怎么写的，我才一笔一画的把它写下来。其实你应该如实的告诉我你的状况，而不是每天等到我想起来了才把药送到你面前。而且也没有什么论文不论文，我请了长假回来，就是为了陪你。西药根本就没有用。我还是会担忧，会害怕。我害怕同事没有人能看管，我害怕我妈生病了没有人照顾，我害怕附近的医院还没有完成，我害怕所有的事情还没有安排好，我就什么都不记得。我害怕有一天曼君站在我的身边，我却把她忘记了。是，所以你就一直不顾及他的感受，急着跟他划清界限。我还能怎么做呢？你告诉我，我到底还能怎么做？林慕辰，你千方百计想要把我们两个撮合在一起，你真的有想过我们两个在一起还有结果吗？这样对他来说是好的吗？我只是不想让你遗憾。是你现在还记得他，能够在一起1分钟也是好的呀。为什么就还是不懂呢？我就是想趁我还清醒的时候，慢慢的疏远。你知道我越走近他，我就越舍不得离开他。哎，对了，静宇不是之前问我生前的遗愿是什么？让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希望有一天当我不记得你的时候，你们也把我忘记了，这样大家都不会痛苦。公关稿已经发出去了，对外就说是律所做的应急方案，因为电脑送修泄露出去，给大家造成了误会。卢娟拿了赔偿金不肯签合同，现在看来也是帮了忙，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不到任何的证据。他写的15条只有我有，也不怕到时候出结果的时候签补偿协议他不认。现在没有时间了，调查项目的结果一定要尽快。知道了。去吧。多多，
收到我快递了吗？显示已经签收了。没有呀，最近快递收了很多，是不是搞混了？看看。在这里。哎，摄像头，买它做什么？合同从我这丢的，我总得知道怎么丢的吧？您放心吧，电脑里的文件我已经都删除了，纸质的我马上销毁。喂，你好，对，我是。好。到点了，出去吃点东西。嗨，来，怎么在家？佳佳今天吃什么？我昨天晚上没睡好，今天不想去吃了。要不你回来的时候帮我带一块吗？好的，那我去了。来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是金河的戴总对吗？是他让你这么做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跟戴总只是工作中见过，而且也没说过几句话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曼君姐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想拿你的合同当做范本，以后学习的时候用。对不起，你的理由没有办法说服我，你的话还是留给程主任说。曼君姐，程主任，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说。你来的正好，合同泄露的事有结果了。你自己说。对，我承认拿了你的 U 盘，但我只是想拿一下何瑞的材料，没找到，就都拷贝了。好死不死电脑进了水，只好拿去修。我也不知道合同就这么泄露了。再说了，这事儿也不能都怪在我的头上。要不是同事工程事故当得这么满城风雨，谁会去在乎一份破合同？你要是当时就把合同给我，哪还那么多事儿？够了，阮曼君，你以后做事动点脑子，没上战场就丢盔卸甲，像个什么样子？你先出去吧。是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席家，我先说，真的很抱歉，我不应该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翻你的东西，还拍了照。可是我真的是想拿它当做范本，因为全公司都知道同事的合同是很重要的。要是你不做了，我想学习的话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我都不知道你事业心这么重，不是那个为了爱情丢掉工作的你了。反正男人靠不住嘛，那我就靠自己啊。今天的事情对不起啊，是我太武断了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心里不舒服的话，可以跟程主任说，让他给你换个职位。哎，不用，你请我吃饭就好了。好吧，说吧，吃什么？火锅。好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因为我跟你之间的协议已经取消了。我好像还没有答应你可以分手吧？我现在特别后悔没有把你从阮文君身边给赶走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你别让我不开心。小心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阮曼君。漂亮，漂亮。听清楚啊，你敢？要不是咱们两个吵了一架，他也不会害怕，更不会主动来找我，承认是一场误会。主要还是我没有处理好。怎么可能会这么巧？你不会真的怀疑我和阮曼君吧？你刚才跟我说那个张律师在金河的时候，他和曼君有闹过矛盾？也谈不上什么矛盾。是张律师是我派到金河去的，结果被戴静杰骂了回来，所以我又派了阮曼君过去的。我来处理。你帮我一个忙啊，这段时间最好让曼君休假。如果他不同意的话，你就跟他说，所有的重要的案子都不能交给他。他的性格你最清楚了，我只能答应你试试看。我不需要休假，如果这是他的意思，麻烦请你转告他，等他正式接手正卿之后，再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，或者让我离开都可以。但是如果因为您跟他的私交让我离开的话，我会觉得很委屈。没那么严重，因为他照顾你这不讲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但是我绝不会因为人情而把工作搞得一团糟，这是我的原则。你也要相信自己，即便是不再正卿，你同样是个优秀的律师。我知道，您也有情绪上的问题，担心我的工作。我对之前的事情道歉，我保证，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只要张弛有度，很多事情自然会清楚。这是我手里所有关于同事的资料。如果律所继续分派给我，我还是会尽心尽力。但是我也有私心，我不希望再接触任何关于同事的工作。你呀，你听着啊，我花钱请你办事儿，你自己办砸了那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我没有义务去帮你擦屁股，明白了吗？不想重复了。稀客呀！哎，我那天挂牌，我请你来，你不来，我今儿没空陪你啊。我占用你1分钟时间。说，第一，通宇工程我一定会建成，建成了之后，我可以给到你50%的股份，如果你想要的话。
别再动手。第二，我和曼君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，你别再去打扰他的生活，不要再让他夹在你和我之间。其实你的第一条我是很想成交的，但是你的第二条我做不到。但是好像我要不答应你第二条的话，这第一条也就成交不了。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莫名其妙的怎么了，那么认真的跑过来跟我说话，你想吓唬我？啊？我怎么敢吓唬你？这么多年你没有认真考虑过吗？有没有好好想想？就是当时钟老为什么会把钟氏的股份交给我，而不是交给你这个亲外孙？你有仔细想过吗？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就没想。但是我给你一条路，如果你接受我所说的，我会承诺你得到你应得的，甚至是更多。否则，还是那句老话，你什么都别想。我当年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一样一样的要拿回来。你当年是什么都有，可你现在依旧焦头烂额。那是为什么呢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你别忘了1年之前，你是怎么丢了金河？东西丢了就应该拿回来，不然我跟你也现在不会在金河的楼底下谈话。倒是你童总应该会同事的好好再看一眼，因为很有可能瞬间同事就已经不再属于你了，永远。别发疯了！如果你想继续发疯，我陪你好好玩下去。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给自己好好考清楚。我要的不只是你的全部，我再说一遍，包括你的前妻，我都要。我刚跟你说了那么多话，你没听懂吗？别再把他牵扯进来，你这么折磨他有意思吗？戴静姐，我告诉你，这么折磨他，只能证明一点，就是你从来都没有真心爱过他。你好意思跟我说这样的话吗？你说不要就不要，他是什么呀？你怎么对待他？你跟你的妈妈是怎么让他受的气，让他受的委屈？他明明应该得到幸福，你给过他吗？我告诉你，姓童的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想给他幸福，你就给我放手。雪点飘雨寒冷空气，教室站台牵手情侣，这趟列车开往哪里？是不是温柔的风景，深藏在心底的秘密？是上我和你去巴黎，一了百了奢侈的你，丢掉了甜蜜，爱着你，好委屈。如果在哪里不快乐，我一直在原地等着。又是谁浇灭了爱火？按了暂停的不是我，还爱着。对不起，童东阳，你知不知道你不接电话很没有礼貌？林医生，是我，季总。让你家童总接电话。童童把车扔在路上了，人不见了。什么？你在哪儿？我马上过去。
你跑哪儿去了？拿这张卡，回美国，钱不是很多，但是够你花一辈子。拿着。我知道你跟我在一起不是为了钱，我明白。但是你要的我给不了，所以我欠你的，只能拿钱来还。对不起。戴静杰，你是怕我对阮曼君做什么，才要赶我走吧？你怎么不明白？你们之间的绊脚石根本就不是我，是他不爱你。你为什么不承认？你这一年是怎么熬过来的？他问过你吗？他关心过你吗？你最难过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，你打拳受伤陪在你身边的人也是我，你喝醉酒你哭陪在你身边的人都是我。我是我心里那个人，不是你。你心里只有你自己，阮曼君只是你想拿来证明自己的战利品。听着，我和他之间，任何事情和你没有关系，请不好意思。我给你3个月时间，你如果跟阮曼君在一起了，我立马走人。要是没有在一起，你永远都不能离开我。金鹤利用收购的公司迅速抢占了市场，而一直和我们同事合作的公司都去了金鹤签了合同。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处于劣势了。要不是为了整个工程减少钢材业务的投资，同事怎么会被金鹤钻了空子？我提议，那个通宇全力保同事。通宇不能卖。工程停工，每天都是巨大的损失。你承诺大家的不亏损，怎么兑现？我请大家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如果我还不能够改变同事目前的局面，我引咎辞职。我会将我个人手上的股权转交给各位，保障你们的利益。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只要是我在，通宇必须在。你们考虑一下。这些文件再帮我整理一下。好，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直接问杨律师就好。好。我叫人舟山买了鱼，晚上一起吃饭吧。
舟山的鱼好吃吗？舟山的鱼好吃吗？晚上我要加班。没关系，我也有事要处理。嗨，嗨，找我？对，我想看看你，好吗？我想跟你聊聊天儿，说说心里话，能给个机会吗？我们换个地方。我不勉强你。来，还记得这儿吗？当然记得，一切都从这里开始的，不过都是错的。你说如果那天你没有被赶下车，我没有把车停在那儿，我们没有见面，没有相遇，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？可惜没有如果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我依旧很感恩和感谢命运能让我认识你，能让我们相遇。是你让我阴霾的生命里面有了阳光，让我去渴望温暖，让我想为我自己活一次。很感谢你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哪怕是好朋友。是你毁了这一切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下，明天的太阳仍然会照常升起。我们还得生活，未来的日子还有很长，我们不可能带着怨恨面对彼此，对吗？那就把一切都交给命运吧，让我重生一次，看看下辈子还有没有机会能跟你遇见。静姐，
你做啥事？你好，我叫戴静姐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谢谢。走。我可是被派来打探消息的，说吧，你到底怎么打算？后妈都找到你了。对呀，他也是急得没办法。不过你放心，我都是挑他能听的说了。可是我现在的状况，估计我说什么，他都听不了。你不是吧？是啊。依照我目前的状况，恐怕我只能应战了。那你可得想好了，戴静杰现在可是光脚不怕穿鞋的。我就想知道这个穿鞋的人到底是谁。你想一下，这么大规模的收购，他一个人不可能会完成。你是说他有帮手？一定有。我要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找到这个人是谁。那这么说，你现在连对手都不知道是谁，你怎么应战？我只能正面应战，这样我才能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。况且，我不想有人再受连累。可我看啊，你怕连累别人才是问题的关键。阿姨心里肯定明白，你到底还是放不下阮曼君。这本来就是两家人的恩怨，跟他没有关系。是我拖累了他，我当然要对他负责任了。哎，佟志尧，你就承认你心里有人家，你会死吧？别有一天像我一样离了婚，也追不回人家了。我跟你肯定不一样，我既然决定了，我就一定不会后悔。不会后悔就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之前让我找那个职业经理人，我已经有几个备选了。但现在这形势，你都答应你妈不离开同事了，这人我还找吗？当然要找了。等我把通宇建成了，我就会马上离开同事了。嗯，明白了。还有什么呢？我能帮上的，你尽管说。没有了，我兄弟，谢谢你。哎，来，真想跟你再多喝几次酒。随时喝呀。你不是说要赌吗？是啊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们不是还没有在一起吗？快了，快如你所愿了。你要清楚，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，你就没有机会了。你不是说3个月吗？对啊，我是说成全你，可是我没有保证这3个月不对他做什么，所以你最好不要让我太难过。佳佳，你如果希望我永远恨你，你就去告诉他，告诉他也好。这样的话，我在他面前会少了几分的愧疚感，懂了？
季东来了，他来干嘛？说是童总让他来跟你约个见面时间。童总。约呢？约？干嘛不约？人都来了，那么有诚意，约。约在后天下午3点了。他还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。童总，你确定要见我？这个事情低调一点，千万不要让夫人知道。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能知道的？对不起，童总，我今天从金河出来就撞到夫人。是我让小张开车跟着他。袁正明、小张、季东，你到底在我身边安排了多少个眼线？我们是敌人吗？是因为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，我只能自己想办法。季东，你去忙。那我就不瞒你了，我是打算促成同事和金河的合作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啊？工程事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和他的关系，你还要把他扯进来？你明明知道他是担心期限到了拿不到1分钱才回来的，你为什么还要拱手相让？你就不怕他拿到了股份，扩大了实力，反过来咬我们同事一口吗？你这是在作茧自缚啊！钟老为什么要留下这么一道难题？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我不清楚。那好，我来说。钟老在临终之前，他后悔了。他后悔在静杰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，但是他没有时间了，他不敢面对。3年的时间，是留给我们兄弟相认的时间，也是留给他化解心中仇恨的时间。戴静杰不是回来给你化解仇恨的，这我当然知道。1个月之内收购了7家公司，整合起来的钢材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同事，他就靠着这个已经断了同事的1大半货源。再这么下去，同事就毁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要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同事落入戴静杰的手里了？可是我不想辜负这个，我更不想让静杰带着恨意过完下半生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以为他会感激你吗？你和他根本就是农夫与蛇。是，但是您和父亲不是曾经也扮演过蛇吗？也许这就是我们偿还他们的机会。你这样只会让我更想逃避你。我买的是郁金香，代表友谊的。我今天来，上4个月。今天刚买回来，你老家的鱼。本来想尝尝你的手艺，但是下次吧。等你邀请我的时候。
自己吃吧。再见。喝点鱼汤补一补。谢谢多多姐啊。这人肉带回来的鱼汤啊，就是不一样，看着都特别鲜美。说如果当时你就从了戴静杰，得有多好，天天就可以喝鱼汤。根本就没有如果，你也知道，根本不爱他。我不管啊，反正我天天都要喝鱼汤，天天都要喝。好，以后啊，天天做给你吃啊。人生真是荒谬，真是荒谬。你不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吗？当初我和钟老谈合作的时候，就是在这里。你是故意的。你知道当时我在哪儿？站在门口，站在车外面，站在那儿等着，等着你们谈判的结果。你是担心我们合作了，你就没有机会了吗？我习惯了，从小到大，没有人眷顾过我，公平在我的世界里都没出现过。机会，这个词儿都是我自己去寻找。我小心翼翼、小心翼翼、小心翼翼地做着每一件事。我没想到最后还是输了。白冰把所有的都给了我。你终于承认是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，而不是我为了股份害死你。我并不是来跟你叙旧的。但是我跟之前一样，是过来谈合作的。合作？你跟我谈合作？认输了？这么快认输了？你让我觉得胜利来得太简单了。你说你对我的工程动了手脚，你胜之不武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得到的可以比你想要的更多。但你要清楚，我不是我外公哦，我没那么好糊弄。如果你接下来跟我说的话特别的诱人，我恐怕你会失去这次机会。那你不妨听听看呀。你用你的金额入股同宇，全额抵押给同事，不分文不取。我答应你2年之内把中视所有的股份都一并还给你。另外，我再送你一份入股，同宇30%的股份。你觉得够诱人吗？之前你不是说要给我一半？可是你没答应，你错过了。耍我？这个就是今天的价格，这是我刚拟出来的，已经签好了字、盖好了章。你拿过去签个字，盖了章给我。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做出来。要是你不答应，可能下次连30%都没有。
开一个破楼的项目，来跟我换刚刚买走了7家公司的金河，你疯了，还是我疯了？那要看你把自己当什么。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，好好考虑清楚。我随时欢迎你过来找我。童总，合同签了吗？他没有签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清洁他非常想签。季总，啊，我可以确定通宇这个事情，一定是他动了手脚。不过咱非得整这么全吗？万一他要是签了呢？但合作我是认真的。只是一天一个价格，我是在逗他。1年过去了，咱们这个小对手长进了不少。你不给他点紧迫感，他怎么会露出破绽？还有，金河股份置换的事情，他做不了主。从现在开始，找人24小时帮我盯紧他，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他钱用。知道了。哎，啊，这么晚了，不用去公司了，送我回家吧。咱这不就是回家的路吗？前面拐2个红绿灯到了。我先睡一会儿，等一下到了叫我一声。好嘞。对不起，您拨。哎，送你们家童总回来啊？是啊，我刚把他送回来，但是我发现他没带门卡，我回来给他送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家里也没有人，他没有门卡。他回来多久了？也就是。你亲眼看到他回来的？我掉头的时候亲眼看见他上来。那就没什么事了。估计他发现自己没带门卡，然后知道我马上就回来了，然后就没给你打电话，门卡先给我。他应该就在附近，你走的时候帮我看一眼。他如果在附近的话，给我打个电话。行，那我院里转转。好。哎，林医生，我们童总不能出什么事儿吧？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在青年路，这不已经在家旁边了吗？他以为在公司那儿。没事儿，估计最近忙了吧，他也没休息好。放心吧，你先去忙，然后看到他给我打个电话。行，反正你在这儿我也放心了。好，那他回来也给我来个信。好，放心吧。好，谢谢你。
我找不到家了。知道你还没有睡，起来把药吃了吧。要聊一聊吗？我还能清醒多久？虽然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记忆认识、空间定向、情绪控制方面的障碍，但是你的语言交流、思维逻辑，目前看都是正常。当然，这不排除是你30年来诡辩锻炼出来的，这样也说明你的病情发展的相对缓慢，所以你要有信心啊。可是通野的周期至少还需要8个月，我需要最好的药，还有医治病情最好的办法。那你8个月之后怎么办？你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吧？阮律师，同事上次的赔偿合同你这儿还有吗？出什么事了吗？调查呢已经结束了，结果这2天就会公布。反正赔偿是早晚的事情。同事那边呢要求说快点结束这个案子，我也想赶紧把资料整理出来。合同我已经删除了，程主任那儿应该还有，你去问他要一下吧。好的。通宇我们不见了，我不管调查结果是什么，只要戴金杰还在这里，通宇就永远停工。我只要你看好同事，这个总可以做到吧？你明明知道他是来抢同事的，还要我拱手相让，我做不到。你难道看不出来？我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保住同事吗？我答应他和他一起建成通宇工程，承诺他应得的，就是为了让他亲手拦下他所造成的一切危机。我必须要让他看到我的诚意。我会找一个适当的时间，告诉他我建造通宇工程的初衷是什么。只有他心中的恨化解了，这一切才能够真正的结束。你别做梦，我们谁都回不去了。我要是你妈，我也不会同意啊。戴金杰参股通宇工程，表面看是没有问题，但一旦同事抵押在中视的2成股份出现问题，不光是通宇工程，到时候恐怕就连同事都不由得你做主了。
你再想顾全大局，也得想想你自己的处境吧。我就是想太多了。我想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才会错过最好的时间。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，不过还好，谢东已经发现他跟谁联系了，只要我可以把握住这次机会，也许可以有转机。我知道，你想利用通宇工程的利益，捆绑戴金杰，让他跟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。可他终究是一个不受控人，更何况，恐怕他想要的更多吧。如果我现在推开他，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化解我们之间的矛盾了。所以不管多危险，我都想试一下。你知道我说的是阮曼君。之前我去找多多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他坐在戴金杰车里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没跟你说，我怕你冲动。你和多多和好了？你就当我没说。想好了，我入股通宇，但是我不会拿金河作为抵押，因为我没那么傻。说吧，你想要开什么条件？投资，按工程项目的地价来投资。该多少钱，我给多少钱。工程事故之后，对最后的结果一定会造成影响。这么快就想跟我共进退了，你不怕后悔吗？怕，当然怕。所以我已经替你想好了怎么来弥补。我洗耳恭听。我只出30%的钱，但是要占到50%的比例。合作愉快。你真的要和童卓瑶合作吗？我原本是想拿童宇的工程来拖垮他，但没想到他会变通，主动过来要跟我合作。既然都这么唾手可得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把金河给搭进去？和童卓瑶不一定会答应你的条件。为什么？如果通宇的工程陷入了僵持状态，他怎么跟股东们交代？